如果把日本1317万亿日元债务叠起来，能堆出地球到月球的距离。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在2024年 G20 财长会议上如实说。从事实来看，此言的确非虚。连续9年债务增长，常年稳居全球债务规模头把交椅，平均每名日本公民背负1000万日元负债欠款。这些字眼似乎早已与日本整个社会的生态深刻连接。然而让人惊奇的是，债务不断堆高的日本却并未出现其他国家那样的破产，更没有出现过穷困潦倒、财政崩溃的惨淡倾向。这个负债规模超过德国经济总量3倍的国家，在东京银座的奢侈品店里依然挤满全球买家。2024年，人均 GDP 仍保持在 3.34 万美元，稳坐发达国家之列。那么，日本这种看似矛盾的现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经济密码？日本，一个与债务纠缠了30年的国家，从客观数据的角度衡量，日本的债务规模早已突破经济学教科书的所有安全阈值。到2024财年末，日本债务总额升至 1323.7155 万亿日元，连续9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至2025年3月，国债余额攀升至1285万亿日元，相当于每个东京市民背负着 2.3 亿日元的国家债务。这个数字是意大利国债总量的 3.2 倍，比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多出整整18个量级。站在经济总量的角度，日本债务与 GDP 的比值达到了 249.67%，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其债务结构中，政府短期债券占比高达 47%， 远超美国的 28% 和德国的 19%。 这意味着每隔3个月就有60万亿日元债务需要滚动续期。但巨大债务背后的市场反应却与常识背道而驰。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始终被定在 0.25% 的冰点，即便美联储已将基准利率推高至 5.5%， 日本央行仍能从容地每日购入7万亿日元国债，仿佛在玩一场永无止境的金融俄罗斯方块。然而，站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的财务省大楼顶层俯瞰，这座城市的霓虹依然在深夜闪烁着秩序井然的冷光。2025年4月的最新国债显示，每个日本国民头顶悬挂的债务已达1023万日元，这个数字正以每分钟增加 15.7 万日元的速度跳动。但在仅隔2条街的歌舞伎座剧院，观众正在为一场全息投影能剧鼓掌。这种将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的场景，恰似日本经济本身的超现实写照。背负全球最沉重债务枷锁的同时，依然保持着繁荣的社会运转。破产、贫穷、拮据，这些字眼似乎很少出现在日本社会。那么，日本究竟凭何在头顶压着一座债务金字塔的情况下，依然维持着发达国家的身份呢？作为一个2战后横空出世的发达国家，日本能够在国土面积如此狭小的背景下一度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注定其背后隐藏着一个完善的经济与财政系统。也正是因为这个系统的存在，在帮助日本经济实现腾飞的同时，也支撑起日本的债务金字塔。而这个系统的核心正是日本国民财富的定向循环机制。日本民间社会藏有高达2043万亿日元金融资产，这个数字相当于该国 GDP 的4倍，也构成了全球最庞大的内部资金池。这些资产中的 53% 以现金或存款形式沉睡在银行保险柜，而美国同类比例仅为 13%。这种近乎偏执的储蓄偏好，通过邮政银行与地方信用金库的毛细血管网络，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国债购买力。更隐秘的运作发生在企业层面。丰田汽车持有23万亿日元的超额储蓄，相当于其3年净利润总和。这些钱既未用于海外并购，也未投入技术研发，而是通过30 UFJ 银行的财团特别账户转化为政府债券。这种企业银行国债的闭合循环，使得日本企业留存收益达到 GDP 的 91%， 形成了永不枯竭的内部输血系统。日本央行则在这场债务狂欢中扮演着终极炼金术士的角色。其持有的国债比例从2013年的 11% 飙升至2025年的 54.9%， 相当于每天要吞下7万亿日元的新发债券。在东京日本桥的本店地下金库，自动债券交易系统每分钟执行2300次买卖指令，精准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压制在 0.25% 的红线之下。而这一套机制得以运转的社会基因，则深植于日本独特的结构性矛盾之中。当65岁以上长者占据总人口的 33.7% 时，他们恰好掌握着全国 43% 的家庭金融资产。这群经历过泡灭破灭的平成守财奴，正用毕生积蓄购买注定有子孙偿还的国债。
在东京，有大量平成时代的老人，前脚刚将继承的房产变现，转身就购入 1.2 亿日元国债，以留给子孙后代。这种代际财富转移与债务继承的默契，是日本就业制度催生出的产物。终身雇佣制下，日立制作所宁可连续5年压缩利润率也不裁员，而丰田工会自2005年以来从未发起过大规模涨薪罢工。民众保持着将每月可支配收入 18% 用于储蓄的纪律，这种集体性的低欲望生存模式意外成为日本债务的最大通泄渠道。站在外部角度来看，债务危机下世界各国对日本的豁免权是帮助其稳住财政不破产的重要原因。工作期间，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里闪烁的电子屏上跳动着东芝、软银等企业的股价，外资交易员们正疯狂抛售日债期货，而隔壁的央行操作室却以每秒300亿日元的速度吃进国债。这幅场景每天都在重复上演。日本持续膨胀的债务气球之所以未被国际资本市场的针尖刺破，关键在于其构建了全球独有的债务豁免生态圈。这个生态圈建立在3个鲜为人知的支柱之上：近乎垄断性的技术威慑、精密设计的全球化资产矩阵，以及将危险转嫁为规则制定权的特殊能力。当世界还在关注日本1285万亿日元的国债数字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国家正用纳米级的科技霸权编织着债务安全网。在福岛县的机器人革命特区，安川电机最新研发的微型减速器精度达到 0.3 角秒，这种用于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核心部件，全球 82% 的市场被日本企业掌控。正是这种卡脖子技术，使得日本能在2024年中美芯片战中迫使台积电签署优先供应协议，承诺每月向日本汽车产业预留3万片车规级芯片产能，并且这种技术威慑还形成反向制衡。当国际评级机构试图调降日本主权信用时，经济产业省只需暗示收紧光刻胶出口，就能让三星的晶圆厂陷入停产危机，继而引发全球经济震颤。日本债务更深层的防护网来自日本企业在全球织就的影子资产负债表。三菱商事在澳大利亚皮尔巴拉地区的铁矿权益年产 2.3 亿吨，足够填满东京湾1/10的面积。住友集团在智利卡塔尔马盐湖的锂矿投资，控制着全球 27% 的电动车电池原料供应。这些海外资产如同分布式账本，在日本本土资产负债表恶化时自动激活补偿机制。2025年3月，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70关口的历史性时刻，正是这些海外资产展现出惊人弹性。比如丰田北美工厂的利润因日元贬值暴涨 62%， 迅销集团在欧洲的优衣库门店单月销售额突破900亿日元。这些收益通过跨境内部交易定价系统悄无声息地回流本土，填补财政窟窿。这套复杂系统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其将债务转化为战略武器的能力。当2025年4月美联储突然加息时，日本财务省没有像新兴市场那样慌乱，反而启动逆向利率差收割，通过特别立法允许保险巨头将45万亿日元养老金储备转换为高收益美债，再经由货币互换工具锁定汇率风险，最终在3个月内净赚 2.3 万亿日元差价。这种借来的钱生钱的模式，让日本经济免受于大的动荡。站在2025年回望，日本经济早已催生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当国际观察家们执着于计算债务 GDP 比率时，真正支撑这个国家的正是那些浸润着科技威权的纳米零件，深埋在南美雨林中的矿石矿床，以及植入全球青少年意识中的2次元密码。这些隐形资产构成的庞大潜在财富，让东京财务省的官僚们能够继续在债务悬崖上持续起舞。只要全球还在购买任天堂的游戏卡带，依赖村田制作所的 MLCC 电容，使用武田制药的阿尔茨海默新药，那个名为日本国债的橡皮筋就永远不会在世人面前崩断。我偷窃大米只不过是为了让家里3个孩子能够吃饱。在今年2月份，日本福冈县一位名叫山田和夫的失业男子，因为偷窃超市10公斤大米而被捕。在法庭上，他向着众人哽咽道：“这并不奇怪。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数据显示，日本大米价格已经连续16周保持上涨。2025年4月，日本许多超市里5公斤装的大米价格已经涨到了4220日元，折合人民币214元。在高昂的价格刺激下，日本茨城县和千叶县发生了12起大米被盗的案子，并且其中一些罪犯并不是为了倒卖大米到黑市牟利，而是为了自己填饱肚子而作案。
这让人感到疑惑，一向大米自给率不错的日本，为什么现在吃不上米饭？回顾历史，在日本，大米不仅是日常不可或缺的主食，更是日本大和民族情感上的寄托。早在明治天皇时期，日本人对于精米的喜爱就已经到了一种偏执魔怔的地步。就拿日本军队来说，在那个时候，日本军队为了提振士气，以精米作为主要的口粮来吸引日本男子前去当兵。要知道，精米在加工过程中流失了大量的维生素 B1， 而参军的日本士兵又狂热单一的喜欢吃大米，其他什么都不吃，以至于他们普遍缺乏维生素，结果引起了严重的脚气病，不仅双腿浮肿，连走路都成了一个问题。据日本官方史料记载，仅1894年到1895年间，日军超过4000名士兵因此而病倒。即便如此，这些日本士兵还是不愿放弃自己吃精米的习惯。在他们看来，大米就是精神上的依靠，也是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忠的最大动力。这种执着让人有点感动的同时，又透着几分愚蠢的悲壮。时光流转，日本早已从一个穷国变成了如今的资本主义富国，但日本人对于大米的喜欢始终没有消退。就拿日本家喻户晓的大米仙人田中一郎来说，作为一位日本农民，因为一直精心守护日本传统的水稻品种，田中一郎被日本社会尊称为大米仙人。田中一郎不仅精通大米的种植技术，还自掏腰包推广已经被日本市场广泛淘汰的古老稻种。面对媒体的镜头，这位老人热泪盈眶，真情流露道：大米是日本的灵魂，丢了它，我们就没了国家的根基。他的故事感动了许多日本人，甚至在日本的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波大米热。不得不说，这种把大米神圣化的文化认同，让大米在日本地位崇高。然而，当大米价格飞涨，日本经济发展又严重受阻的时候，这份热爱也变成了每一个日本人肩上沉重的负担。不像有着菜篮子工程、米篮子工程竭力控制大米价格的东方大国，日本作为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日本政府和民众都对大米价格的飙升无能为力。据经济学原理，涨价无非就是供小于求，而日本作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按道理来说，应该有能力压低大米这种民生物资的价格才对。但事与愿违，日本农协的存在让日本政府压低米价的愿望成为了幻想。作为日本农业的大管家，日本农协牢牢掌控着大米的产销命脉，继而牢牢地控制了日本大米的供给，拥有日本大米的定价权。那为什么日本农协有这么恐怖的力量，可以掌控所有日本人的饭碗？答案很简单，日本农协是日本政治组织里的巨无霸，在日本拥有1026万会员，几乎覆盖所有在册农民，并且日本农协旗下还拥有存款量超过100万亿日元的巨型银行，有着强大的金融话语权。除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日本农协还有不俗的政治影响力。他们通过农村在日本选举中的投票，控制了日本国会30%的议会席位。不缺人，不差钱，还有权。靠着自身巨大的影响力，日本农协拥有了集中收购和销售大米的权利。这虽然保障了日本农民的高收入，但也让日本的市场失去了灵活性。做过中间商或者二道贩子的人都清楚，要想获取最大利润，唯一的方法就是两头吃。日本农协也是这么干的。2024年秋季，日本北海道一位名叫佐藤健二的稻农就曾向日本广播协会抱怨，农协两头吃，一方面又压低收购价，让我们种田的赚不到钱，然后又把市场价抬高，让消费者也买不起大米。据日本农业部门的数据显示，2025年初，日本农协管理的优质大米批发价已从每公斤300日元涨到了450日元，涨幅高达 50%。除了农协操控外，日本政府推行的减反政策也是让日本米价飞速上涨的元凶之一。所谓减反政策，就是用补贴的方式来鼓励农民降低水稻的种植面积，减少日本大米的市场供给，进而防止谷贱伤农。这个想法不得不说是保护了日本农民的利益，可是执行起来却不尽如人意。比如2024年，由于气候不正常，日本水稻的产量本来就已经减少了很多，但日本的减反政策却没有及时做出调整，结果造成了日本市场大米供应的短缺状况。据日本经济新闻披露，2025年第一季度，日本全国大米的库存降到了10年来的最低点，仅仅只剩下150万吨。因为供不应求，日本大米的价格自然而然就飞速上涨。看到这里，也许你想问，既然日本国内的大米紧缺，那为什么不从国外大量进口大米呢？要知道，中国的东三省还有泰国、越南等地方大米产量常年过剩，正愁找不到销路呢。如果日本人肯收购，又可以让日本人吃到廉价的大米饭，又可以让当地农民赚到钱，何乐而不为？但很遗憾，日本早就给进口大米加上了778%的超高额关税。
因为进口大量的大米会伤害到日本农协及日本农民的利益，在日本农协的要挟下，日本直接从政治上卡死大量进口他国大米的可能，就连日本的父亲美国也拗不过。2024年，美国曾提议在新一轮贸易谈判里降低日本大米的关税，但直接遭到了日本农协跟农民团体的强烈反对，这就导致日本大米国内市场缺乏竞争，价格居高不下。另外来说，日美经济关系的紧张也加剧了这一局面。2025年初，美元对日元的汇率突破了160，由于日元的贬值，日本进口大米的成本激增，即使日本能说服农协放开市场，其成本也让日本政府望而却步。所以无论是从大米的供求关系出发，还是从日本农协跟日本政府的政策博弈来说，大米都已经成了日本的烫手山芋。丰收时，日本农民苦于大米卖不出一个好价钱，而欠收时，日本的消费者却吃不起大米，被迫去犯罪去盗窃。日本人本爱米如命，可这爱为何如此昂贵？日本大米价格的快速上涨，首当其冲的是日本的学校。2025年3月，东京都立樱花小学因为米价飞涨，决定将每周米饭供应从5天减少至3天，其余的时间改为供应面包。校长山本美惠表示，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米价涨得太快了，去年一袋5公斤装的大米才2000日元，现在涨到了3500日元，学校的预算已严重超支。这一变化让日本学生家长议论纷纷，有人担忧起孩子的营养，也有人感叹到日本传统大米饮食的逝去。日本餐馆和普通家庭也在大米价格的冲击下被迫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在日本大阪，一位名叫中村太郎的拉面店老板就在自己店门口贴出一张告示，上面写着，由于米饭价格飙升，我不得不把套餐里的米饭量从200克减少到150克，请大家多多包涵。望着如此谦卑而又无奈的告示，常来光顾的顾客虽能理解，但也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望。为了省钱，日本许多家庭开始寻找大米的替代品。有不少日本家庭主妇在社交媒体上发言，以前天天吃米饭，现在1个礼拜只能煮2到3次，全家人被迫改吃面条跟土豆，节省下来的钱可以去多买一些肉，好像也不错。日本官方也坦率地承认，2025年第一季度日本全国大米消费量同比下降了 12%， 而面粉的销量递增了 15%。 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日本国内大米被盗的案件迅速增多。除了视频开头讲到的为了填饱孩子的肚子去偷米的案件外，在5月1号，日本奈良县又发生了一起新的大米盗窃案。日本奈良县警方逮捕了一位30岁的失业男子，因为他涉嫌闯入一个大米库房，盗窃了132袋糙米。按照日本现在大米的市场价，这100多袋糙米价格高达256万日元，相当于 12.8 万人民币。这些案件在日本的社会上引发了热烈讨论，不少人纷纷对这些大米盗窃犯的处境表示同情。但从深层次来看，一个可以自己种植大米，也可以以便宜价格进口大米的国家，为什么会有人连米都吃不上呢？可以说，大米价格的快速飙升撕开了日本粮食安全的裂缝。日本大米从一种神圣的文化象征，到如今最大的民生难题，大米承载了太多日本人生活的意义。面对饭碗危机、生存危机，日本政府最要紧的是重新规划粮食战略，而不是一味为了选票而向农协低头。大米应该是一种价格稳定的民生必需品，而不是价格高昂让人望而却步的生活奢侈品，不是吗？